我是医务社公司安德鲁。12月是伊甸基金会创立40周年的日子，今天要跟大家来谈一谈我跟伊甸基金会的渊源。伊甸基金会在台湾算是一个大型的身心障碍组织，小的时候都有买过伊甸基金会的圣诞卡。进入社会福利领域工作，有机会在屏东县东港早疗中心工作。该中心是当时在台湾最南端伊甸基金会的一个据点，承办屏东县政府屏南区早期疗愈的工作。在我进东港早疗中心之前，我在更生少年关怀协会的安置机构担任生辅员。当时协会的秘书长范姐，她是伊甸基金会最早期、最初期的2个半工作人员中的一位。从范姐身上就知道，当初在伊甸基金会开拓的时候，有不少动人的故事。后来到了伊甸之后，也听了不少人诉说他们对身心障碍朋友的爱。虽然伊甸基金会是社会福利机构，但是它有非常浓厚的基督教信仰。我觉得这是在我一生当中最刻骨铭心、最深的烙印在我心里面。社会工作一个很重要的价值，这个价值是为了身心障碍者的付出。这个付出是一个真心的付出，而不是一个工作。在伊甸早期，有许多的社工人员为了身心障碍者有好的生活跟未来，几乎是白天上班，晚上陪伴身心障碍者，教他们识字，利用下班的时间陪伴身心障碍者读圣经，从读圣经当中去认识国字。在40多年前，有很多的身心障碍者可能没有机会进到学校，也不认得几个斗大的字，特别是一些住在偏远地区的朋友，当时特殊教育的环境对于身心障碍者不太友善，而伊甸基金会的员工下班之后到宿舍陪伴身心障碍的朋友，教他们怎样过生活，有品质的休闲生活，假日带他们出去玩，让不少人后来有机会透过自学的方式，透过能力检核考试取得了学历，也透过职业的训练跟学习，让当时社会环境无法接受身心障碍者有好的发展。相信大家都有听过喜乐四重唱的表演。伊甸的前辈真心为身心障碍的朋友服务，直到现今医疗场域工作，有的时候有些工作主管不一定同意我加班出勤，但是为了病患，即便没有加班费或者没有加班时数，但是我愿意协助病人把事情处理好。即便主管不同意，我仍然会坚持把事情处理好。伊甸是一个很特别的一个单位，在很多社福机构都在自产买地盖房子。当时我认识的伊甸工作单位大多都是老旧的房子，甚至利用废弃的学校当作工作的场所。曾经有前辈这么说，伊甸的工作场地若不够用，会谈的空间在哪里呢？大家一定想不到，会谈的空间是在浴室。浴缸上面放上木板，再铺上地垫，就是可以坐的椅子。另外一个人
坐在马桶盖放下来的上面。而且前辈说，如果你可以在厕所跟个案会谈1个小时，那就代表这个厕所是很干净，没有臭味的。这件事对现代的社工来说，应该是很难想象的一件事吧。接下来跟大家聊一聊我在东港早疗中心工作的那些年。我记得当新人的第1个月，新人训练有一次安排去恒春家访观摩，社工督导教保老师开手排车去恒春，督导问我会不会开车，我说当然会啊，然后他就把钥匙交给我，车子从东港国小的停车场出口要转向马路，因为离合器放得太快了，车子就熄火。督导就说下车，我说什么？督导说车子熄火就不及格了，所以我就被赶下车。在这个单位的社工，没有人不会开车，如果不会开车，只能去小琉球服务。但是如果你不会开车又会晕船的话，那你可能在这个机构就待不下去了。当年东港镇是一个常淹水的地方，只要遇到那一年的暑假，如果台风加上满月涨潮的话，东港镇是很容易淹大水。东港有2家医院，当台风来袭的时候，听说都要进驻医院，不然淹大水的话，可能要划橡皮艇才能够进到医院上班。这一点都不夸张，我们有很多同事汽车的行李箱都备有青蛙装，这样才能渡水进到办公室。然而当政府宣布停班停课的时候，如果外面狂风暴雨，大家一定都有逃离东港的逃离计划，要从哪一条路走哪一座桥回到自己的家，才不会开车开到一半遇到淹水没办法通过。在这样的一个工作环境，不是很理想的地方工作，要面对大自然气候的侵袭，也要面对早疗家庭对于孩子失能的悲伤、无力、否认等等的情绪变化，特别是在偏乡中，医疗资源缺乏，有的时候社工需要开车把案家送到遥远的医院进行联合评估，往往一趟车程出去都是100到200公里的路程，最少也有50公里。在如此工作状况下，训练社工在工作上面的磨练，不论是再困难的环境，再辛苦的挑战，都能够胜任有余。纪念我在伊甸基金会10多年的岁月，虽然现在服务医疗领域中，每次我的鉴定门诊遇到曾经接受早期疗愈的孩子和家长们，看到他们对未来的担心，对于未来有很大的未知的害怕，都激起我内心中身心障碍的热血。这些年帮助不少家庭是有价值的，至少家长被我们训练得很好。伊甸基金会40周年，生日快乐！我是医务社工师安德鲁，我们下一次见。